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就在10月23号的晚上，一条新闻刷爆了整个加密圈，特朗普正式赦免了 CZ， 也就是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他不是已经服完刑了吗？赦免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这件事的意义非常深远，特赦不是放人，而是抹掉罪名。虽然 CZ 的服刑已经结束，但洗钱等等的罪名仍然保留在法律的记录上。总统特赦的作用是正式免除刑事罪名，清除犯罪的记录，恢复金融资格和权利，放宽出行、签证与投资的限制。当初认罪以后 ，CZ 被套上了不少的枷锁，入境美国受限，金融交易被监控，不能够担任高管，部分资产被冻结。一旦获得了特赦，这些限制可能就马上被解除了，资产也可能被解冻，他能重新参与全球的商业活动。特赦也是一种政治背书。CZ 呢，虽然在2023年辞职，但仍然是币安最大的股东之一。如今呢，没有犯罪记录，没有行动的限制，又与特朗普的关系特别好，这个意味着他可能重新进入战略的核心，扩大政治与商业的影响力。这张特赦呢，就是他的政治和经济的通行证。消息公布以后，美国的参议员 Elizabeth 批评道，赵长鹏先生认罪在先，随后帮助特朗普的加密项目，如今获得了赦免。币安发言人拒绝置评，而币安的社区里边却一片欢呼声。合一发文感谢特朗普，称 CZ 的愿景不仅仅是使币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密交易所，也要推动整个的加密世界的进步。CZ 很快发推表示感谢，但很快加密圈里边最知名的揭黑记者 Stephen Fanderson 发了一条推文，他的一句话令人深思 ：Crime is legal， 犯罪是合法的。1个小时以后呢，他又在推文下边梳理了一条时间线：2023年的11月，币安与 CZ 认罪；2025年的3月，特朗普阵营推出了 USD One， 同月 MGX 用 USD One 投资币安20亿美元，5月 CZ 提交特赦申请，10月特赦正式生效。他写道 USD One 由国库支持，每年为 Wolfie 带来6000到8000万美元，前提是币安不赎回这20亿美元的 USD One。Steven 是谁呢？他是加密圈里边极少数敢于硬刚巨头的人，属于加密圈最有公信力的独立的调查记者之一。他曾最早揭开 Luna 的崩盘内幕，追踪 SBF 推动 FTX 的曝光，揭露了多起 Rug Pull 的骗局。所以这条推文发出来以后，整个加密圈都不敢轻视，很多圈外的人看不懂，觉得他发的只是一些事实，一个时间线而已。但仔细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里边有一个闭环，一个高度吻合的政治金融结构。首先呢，来看这笔投资 ，MGX 对币安的投资金额是20亿美元。最耐人寻味的不是金额，而是支付方式。这笔投资不是用美元，也不是用 USDC 或 USDT， 而是用了一种刚刚推出的与特朗普阵营紧密绑定的稳定币 USD One。正常的情况下，大额的战略投资的支付方式通常是现金、美元、美国国债，或者是流动性极高、信誉最好的稳定币，比如说 USDC。但这次的操作完全不同，他们使用了一个刚刚发行的、没有经过市场验证的政治稳定币 USD One。这个就像币安收了一张2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的代金券，对于一家全球顶级的交易所来说，这是一笔非常不寻常的商业决策。这笔投资就是整个事件的第一个关键点，它很反常，也为后续的一切埋下了伏笔。那这20亿的 USD One 后来去了哪里呢？答案是它被锁在了币安的金库里边，而这笔钱背后的美国国债每年能产生6000到8000万美元的利息，这些利息并不会流向币安，而是源源不断的流向 USD One 的发行方，也就是 Wolfie 团队，也就是特朗普阵营。更关键的是，只要币安不赎回这20亿的 USD One， 这笔现金流就会长期的存在，稳定的流向特朗普阵营。换一句话说，特朗普阵营凭着这一笔操作就拿到了一个巨额的现金机器，币安的钱实际上被用来反向的给特朗普阵营输血。这一步是整个闭环的第二个关键点，它让资金的流向有了非常明确的指向。再来看看 CZ 的部分，它的特赦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儿，
他是全球最大加密交易所的创始人，涉及史上最大罚金之一的案件，能被总统赦免绝不是普通的政治决定，更微妙的是时间线，3月到5月，20亿的 USD1 的投资完成，5月 CZ 递交特赦申请，10月特赦正式生效，商业行为、政治结果前后紧密相连，这个已经不是巧合2个字可以解释的事情。特朗普阵营需要的是政治资金 ，CZ 需要的是洗白身份和自由身。于是呢，双方设计了一个披着商业外衣的结构。CZ 通过 MGX 的名义投资，让币安接收了20亿的 USD1， 币安替特朗普阵营锁定了一笔现金流，持续产生收益。而 CZ 获得了总统特赦，表面上这是20亿投资，实际上这是一台政治与金钱的交换机器。这个就是 Stephen 推文的杀伤力所在，他揭露的不是一笔交易，而是一整个政治金融的闭环。必须要强调的是，目前的这一切仍然停留在分析与合理的怀疑阶段，还没有司法机构的实锤证据。支持者可能会说，这只是一个巧合，或者这只是因为看好 USD1 的前景。但当时间点、资金流、政治决定环环相扣、精准衔接，利益输送的怀疑就变得格外的有力。这个也许才是这条推文引爆全网的原因。随后呢，史蒂文还在 CZ 的感谢推文下边留下了一句冷嘲热讽的话 ：“SBF 一定气得要炸了。”这个笑死我了。这句话呢，让整个圈子欢笑声不断。同时呢，大家也开始猜测，如果 CZ 能被赦免，那 SBF 会不会也有机会？但前提当然是 SBF 要有足够的资金去运作。下一步 CZ 在特赦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当年他辞职的时候，他说过：“我犯了错误，我必须承担责任。”而这一次呢，是一份全面、无条件的赦免。这不仅可能为他重返2017年亲手创立的公司铺平道路，也可能让币安借助特朗普政府的力量，重新打开美国市场的大门。看完这条时间线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对加密世界是好是坏。政治和加密货币正在越缠越深，在一个以去中心化为理想的世界里边，中心化交易所的力量却越来越大。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政治与资本的角力都太遥远了。真正与你我息息相关的是，这些交易所如何一步一步地影响散户，甚至把你变成收割流水线上的一环。一个朋友呢，最近和我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。他去年刚刚进入币圈，很普通的一个上班族，攒了点钱，想试试投资。第一次打开某个交易所的 app， 他觉得界面挺专业，注册也非常简单，一冲动充了5000美元进去。3个月以后，账户余额只剩下了300美元。他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和他聊了大约2个多小时，一条一条的梳理出了中心化交易所的游戏规则。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套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，也希望你能够借此看清楚其中的门道。我们会谈到4件事情：散户是怎么被套路进去的，这些套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 CEX 有没有它的价值和好的一面，以及最重要的是普通人应该怎么办。先说说我这个朋友的背景，30岁出头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，月薪呢2万多，攒了几年钱，看到身边的人炒币赚钱，他也想试试。第一次打开某个交易所的 app 的时候，他感觉这个界面挺专业的，和股票软件差不多，看起来也很正规，注册过程非常简单，邮箱、手机号、身份证5分钟搞定，比开银行账户容易多了。他当然还觉得这些交易所挺正规的嘛。然后呢是入金，他用信用卡买了5000美元的 USDT。我问他，你当时花了多少钱？他说大概是5100多美元吧，有点手续费，但是并不多。所以你看，你还没有开始交易，其实就已经亏损了100多美元了。我们算了一笔账，银行卡买 USDT 手续费是1%到2%，加上汇率的溢价再来1%左右，他花了5100多美元，实际到手只有5000美元。他回忆说，我当时没有怎么太在意，因为他当时想着入门交点学费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很正常。而且我今后要赚的是10倍甚至100倍，这点手续费不算个啥。这个就是第一步入口的设计，让你觉得门槛低、成本低、机会大。但实际上，
从你进来的那一秒，游戏就已经开始了。好的，他现在已经入金了，账户里边躺着5000多美元的 USDT。这个时候，中心化交易所 CEX 会做什么呢？它会先让你赚点小钱。你打开理财的页面，会看到几行的大字 ：USDT 活期年化5%，稳定币定期年化8%，新手专享年化12%。他心里一算，银行活期才0.3%到1%，这个里边5%起步，还是美元计价，这个不是白捡钱吧？于是他把5000美元全部存到理财里边去。1个月以后，打开 app， 账户多了20多美元，虽然不多，但这是真金白银啊！他开始觉得这个平台挺靠谱的，真的能够赚钱。但我问你一个问题 ，CEX 拿着他的 USDT 去做什么了？他自己不产生任何的价值。这5%的利息是哪里来的？其实很简单，他把你的 USDT 借给了合约交易者，年化10%到20%，或者投入流动性池赚手续费，或者是质押到链上拿奖励。CEX 拿着你的钱赚了15%到20%，然后呢给你5%到10%，中间的差价就是它的利润。这个就像你把钱存在银行，银行拿去放贷赚6%，再给你0.3%到1%，是一个道理。但你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，因为你看到的是我在赚钱。这个就是第一步，建立信任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被平台上的一个通知所吸引了，新项目上线 Launchpad， 持有平台币就能够打新。上级项目首日涨了50倍，他一查真的有人赚了几十倍，他开始心动了。于是呢，他买了1000美元的平台币参与打新，第一天涨了3倍，他赚了2000美元。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彻底的变化了，他不再是观望者，他变成了一个信仰者。他开始相信这里是有机会的，我也能够赚钱，甚至推荐一些朋友一块来。但1个月以后，那些涨了3倍的新币跌了80%，他买的平台币却涨了5%，因为他参与的是质押挖新，他的本金并没有受损，甚至略有小涨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上瘾了，因为他尝到了甜头。这个就像钓鱼一样，先给你一点诱饵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深陷其中。好的，到这里他已经在中心化交易所上赚了一点小钱，现货买卖、理财存币、打新挖矿，他都玩过了。但每天他一打开平台的 app， 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暴富的故事迎面的砸过来。某某用户3天收益1200%，上一个新项目1天暴涨30倍，跟单高手月赚100万，各种推送、各种榜单几乎无处不在，有的甚至在首页滚动播放。恭喜某位用户暴赚5000美元，新币首发一夜翻了20倍。这些并不是随意展示的数据，而是平台精心设计的诱饵，不断放大你也可以的幻觉。越看这些案例，他就越觉得机会就在眼前。他开始嫌弃之前赚的那点钱太慢了，为什么我也不搏一把？这种心理呢，正是 CEX 想要。当你的防线开始松动， CEX 就会立即推送新的广告。想赚大钱，来试试合约吧。他点了进去，看到的是一整套精心包装的画面，10倍的杠杆，做多做空都赚钱，24小时交易，随时随地的想搏就搏。旁边的横幅还写着某位用户1天赚了10万美元。这下他彻底心动了，但心里还是有点犹豫，这玩意儿它不是挺危险的吗？于是平台又给你准备了全套的铺垫，新手教程、模拟交易、跟单功能，再配上风险提示，这一套标配看起来好像是在保护你，实际上是在消除你的戒心，让你误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合约交易的真相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了，但它其实非常残酷。第一呢是杠杆，你有100美元开10倍的杠杆，就相当于你操作1000美元。比特币涨5%，你赚50%，听起来很爽。但反过来，比特币跌5%，你亏了50%，跌10%，你直接爆仓，血本无归。这个就像去赌场，本来呢只想玩100块，结果赌场说我借你900块一起玩，赢了你兴奋，输了就全没有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不管你输还是赢， CEX 中心化的交易所都在收手续费，开仓0.05%，平仓另外的0.05%，你交易10次，光手续费就亏了1%。CEX 永远稳赚不赔。第二是资金费率，当做多的人太多，你就得给做空的人付钱，每8个小时结算一次，听起来不多，但如果你开10倍的杠杆，
持仓1个月，光资金费率就要付9%，你还没赚钱就先亏了9%，这笔钱最终进入了对手盘和平台的口袋。第三是信息的不对称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。散户看到的是行情是有延迟的，而专业的交易员有毫秒级的系统、算法机器人、内部信息。这个就像你打一场游戏，你延迟是50毫秒，而对面的延迟呢只有5毫秒，你根本就赢不了。更别说不少的小平台还会搞小动作，虚假的刷单交易、拔网线、极端的行情无法平仓，甚至提币受限、风控拖延出击。根据统计，合约交易当中95%的散户3个月以内爆仓，超过90%的最终全都是亏损。而 CEX 呢，合约交易量占总量的60%以上，每天手续费的收入轻松过1000万美元，散户爆仓的钱就是他们的利润。这个不是赌博，这个是送钱。后来呢，我们坐下来算了一笔很扎心的账，他的5000美元是怎么变成300美元？一开始他理财的确赚了一点，每个月几十美元的利息，稳稳当当的，平台币也小涨过一波，这个让他更坚信自己走对了路。真正的转折点是他买了一个迷因币，当时呢这个项目在社区非常火，大家都在喊 To the Moon， 他也冲了进去。刚开始呢涨得不错，一周就涨了50%，他觉得这个理财要快多了，但3个月以后这个币几乎归零，他在这个上面亏了大约1200美元左右。但真正的大坑是合约，他开始做合约交易，一开始只是小试牛刀，几美元、10几美元，后来是越陷越深，10次交易爆仓4次，本金几乎被清空，合约总亏损大约3500美元，其中交易的手续费200美元，资金费率150美元，剩下的3150美元在行情波动当中被对手盘给吃掉。所谓的对手盘可能是做市商，也可能是更专业的交易者，你亏的钱并不会完全的凭空消失，只是流进了别人的账户而已。加上民币的亏损，他总共损失了4700美元，账户里边最后只剩下了300美元。他沉默了很久，问我是不是特别蠢？我说不是，你不是蠢，你只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游戏规则。在这个游戏里边 ，CES 是靠手续费和资金费率稳赚不赔的，项目方在高位出货，庄家吃掉对手盘，而你从进场的那一刻起就是筹码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是不是就不该使用 CES？ 我的回答是 ，CES 其实它不是敌人，问题在于你怎么去用它。工具本身没有对错，关键在于使用的方式。CEX 并不是洪水猛兽，它确实有它的价值。尤其对新手来说，第一，它真的很方便。如果让一个新手直接上 DEX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，创建钱包、保管助记词、理解 gas fee、连接不同的量，对他们来说这个太复杂了，一个小失误可能币就永远的找不回来了。而 CEX 呢，注册简单，界面友好，有客服，有密码可以找回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第二，对新手来说，它甚至更加安全。很多人以为 DEX 更加安全，但如果你不懂技术 ，DEX 的风险反而更大。钓鱼网站、假的 DEX 界面、骗走助记词、合约的漏洞、操作失误、转错地址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有人把助记词存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边，手机丢了，几十万没有了；有人转账地址复制错了，10万美金转进黑洞，永远也找不回来了。而 CEX 呢，虽然有中心化的风险，但它有风控的系统，有保险的基金，至少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申诉。第三是 CEX 的流动性比较好，主流的 CEX 的交易量是 DEX 的几十倍，买卖更容易成交，价格更加稳定，滑点更小，对大额的交易来说仍然是首选。第四是出入金方便，想把法币换成加密货币，或者是把加密货币换成法币，大多数情况下你还得靠 CEX。 所以说 CEX 它不是敌人，它是一种工具，问题不在于它本身，而在于你用错了方式。我和他聊了很久，最后我给了他几条建议，我觉得也适用于所有的新手。第一，继续用 CEX， 但要用对，用它来了解市场，购买主流的币，比如说比特币和以太坊，然后长期的持有，但不要干的事情也非常明确，不要被高收益理财所诱惑，年化50%、100%，基本上这都是坑。不要开合约，你不是那10%的幸运儿。不要频繁的交易，每一笔交易都在给平台送钱。不要 all in 山寨币，90%的项目1年以后
全部都会归零。第二，永远只用闲钱，不要把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，不要借钱投资，更不要用杠杆。第三，提高认知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去学习区块链的技术，去理解项目的真实价值，分辨什么是泡沫，什么是创新。上期的视频呢，有个观众留言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说我从来不幻想自己是那10%，我知道真正能保护我资产的是技术本身，我不会去躲避，我要用区块链来保护自己的资产，创造价值。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，区块链技术本身是革命性的，它让我们真正的拥有资产，不依赖银行，不依赖中心化的机构，实现点对点的价值传输，这是人类金融史上的巨大的进步。但围绕它建立的市场却充满了炒作、骗局、收割，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，这是人性的问题。所以尽量不要炒币，要了解技术。区块链的未来不在谁炒得更准，而在于谁能用技术创造真正的价值。那个朋友的故事到这里边就结束了，他没有离开币圈，但也不再躲避了，他开始看书，看白皮书，去真正的理解区块链的价值。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吓唬你，而是想告诉你，这个市场有泡沫，有欺诈，也有未来。问题不在于 CEX 中心化的交易所的本身，而在于你怎么去用它。如果你正在用 CEX， 如果你也在炒币，请停下来去想一想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了解你买的东西吗？你是不是被情绪所牵着走？好的，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说说你的经历，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坑，又是怎么走出来的？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